VR 对如今的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甚至有一点这个熟悉过度。你敢信，距离当初所谓的 VR 元年已经过去5年的时间了。我们也做过一些 VR 的内容，可以说这几年里面 VR 的硬件确实有了巨大的改变，综合佩戴体验各方面都好了很多。那只是在软件层面，我一直都不是很感冒，没有那种让我觉得只有 VR 能做而且非常有用的功能。那直到前一段时间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我朋友和我说你可以用 VR 眼镜体验一下世界杯的直播，你一定会震撼。然后我就试着戴了一下，我发现这还真的挺牛的。那么在球场最佳位置站着，巨星在我旁边踢球，而且朋友站在身旁，还可以看到他，这个体验真的很不错。我相信体验过的朋友应该都会有类似的反馈，反正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也是在这个契机之后，我就一直在想 VR 它最有趣的应用场景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时候 Pico 找到我们说希望我们能够来看一看，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应用场景就是全虚拟的 VR 演唱会，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走进了他们的后台。这次 Pico 请来了知名歌手 Coco 李玟化身虚拟偶像，带来了这场全虚拟 VR 演唱会《千禧之境》。用户可以带上 Pico 4 VR 一体机进入这个奇妙的空间，它也是国内首场6DoF 全虚拟 VR 演唱会。那这里这个 DoF 它代表的就是自由度，你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按照我们熟知的 X、Y、Z 3轴旋转的3DoF，那相当于你只有眼球能够转动，人的视野是被绑死固定在一个点上的。而 Pico 4采用了全新自研的6DoF 光学定位系统，我们可以在上下、左右、前后6个方向都可以移动和旋转，那就跟现实里面看东西是一个样的。那简单来说就是3DoF 和6DoF是能动和不能动，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当我们在看2D 的就比较传统的线上演唱会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观众看到的是一个面，那所有的故事是在一个面中展开的。我们有远中近景的镜头语言，然后来切镜头完成这个叙事。但是在6DoF全虚拟 VR 演唱会中，故事是在场景中展开的，就不是我们理解的可能只是一个平面。那观众会真实的走进我们歌曲演出的场景。在千禧之境里面，观众可以亲身走进这个场景，以一种更加自由的方式去体验它。那通俗点说，就是以前你只能待在买票的那个座位远程打 call， 但现在你可以和你的 idol 肩并肩直接贴，甚至可以牵着他的手跟他一起唱，这也不是不行。那我确实这么做了，那我发现官方还是非常细心的做了保护的啊，这只能牵手，那像拥抱还有别的那些什么那都是不行的。那我们看到这个虚拟形象，其实都是前期通过动作捕捉还有面部捕捉来制作的。那通常捕捉都是通过光学或者说惯性还有各种方式来实现的。演员穿上动捕服之后，对每一首歌曲进行演绎，这些舞蹈动作的数据信息就会被抓取下来，随后被映射到已经绑定好的模型之上。后期你再加上虚拟的服装，做好物理模拟，把人放进虚拟场景里面，恭喜你就完成了赛博飞升。但是这是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在现实里面这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动捕会因为各种标定问题出现穿模还有抖动的情况，尤其是比例不一致的情况之下，甚至可能会变成这样搅起来这么一坨东西。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献祭动画师，就这么简单。后期一帧一帧在模型后置软件里面对它进行2次修补，处理衣服穿模、修缮人物动作，还有面部表情等等，都需要人工来操作。那加上 Coco 李玟这次有4套虚拟服装，配合不同的舞蹈动作，就会需要做出不同的质感。这个精修工作量对我来说真的就是难以想象，甚至持续到演唱会上线前的最后一刻还在修整，真的超级辛苦。除了虚拟形象，虚拟演唱会这次我们感受下来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户可以跟整个场景发生交互，比如可以跳到这朵花上，跑到李玟的面前，也可以走到舞台的后面，甚至还可以打鼓，和现实中演唱会的自由度是完全不同的。美术团队是整个全虚拟 VR 演唱会人数最多的一个团队，大概有20多人，总共经历了差不多有半年左右的制作的时间。然后美术在整个演唱会中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除了这是一个互动性的演唱会，这也是一个观赏性的演唱会，我们有非常多的场景。在整个演唱会的制作过程中呢，美术除了要做场景的设计、艺人虚拟形象的设计，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道具啊、特效、一些交互感受的设计等等。
Pico 这次演唱会一共选了 Coco 里面的6首歌曲，团队就是要根据歌曲的内容全新定制美术方案，打造了6个风格迥异的3D 全虚拟场景。他们还相应做了一些定制化的交互设计，那比如在节奏感最强的滴答滴里面，团队放入了一段打鼓的音游；在宝莲灯主题曲《想你的365天》里面，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用户可以举起手中的宝莲灯，发射彩虹来为 Coco 充能，同时这些交互也会同步到手柄，你通过宽频的震动反馈，可以让你相信自己真的在这个场景里面，会有种明显的触感，这是视频所不具备的，和这个场景在真正的发生交互。在虚拟空间里面，其实除了画面，音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有效的引导观众的注意力。所以这次我会发现 Pico 团队还运用了空间音频的技术。如果你在场地里面走来走去，你听到的 Coco 的声音还有音效都会实时的产生变化。这个我想你也应该都是挺熟悉的，现在耳机都有这个功能，只不过现在这个声场是能被你可视化的看到的，还是挺有意思的。那这次还有一个 Pico 设计的功能，我觉得很有潜力，但是我感觉他们应该没有特别重视到这个功能，就是自拍打卡。这个看着没有什么，对吧？但是这其实意味着我在虚拟空间里面拥有了一台真正的虚拟摄影机，我可以实时去捕捉引擎里面的影像，它没有光学畸变，没有空间限制，没有各种光学层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我连运镜都不会抖动。那加上这个在6道夫的空间里面，摄影机可以被放到任何一个刁钻的位置，以任何一个焦段来进行拍摄。我可以边走边运镜，我的天哪！哇，这个好梦幻，这个感觉就是我现在真的在走着拍李玟，很有意思。哦，可以翻转摄像头，我看看啊，翻转是哪个？来，咱转过来，咱一起拍一张，自拍一张。所以其实在看李玟的《月光爱人》的这个曲目的时候，我在边拍它边想，这个如果将来我们有可能的话，我会很想在 VR 里面做一期线上灯光的教程。你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用虚拟的工具来尝试，我也可以来帮助你来讲解。在这边架个灯，那里加一个机位，所有人都可以实时而且很快速的看到效果。现实里面要打光的话，经常是大动干戈，个把个小时去搬设备去调这些光，但在虚拟空间里面，我只需要一瞬间就全部调好了，而且所有人可以面对面的随时来交流。这难道不是学习影视拍摄和布光的最好方案吗？那 VR 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可以和身在别处的其他用户一起进入到一个共同的空间，并且交互。像 Pico 这场演唱会，一个房间可以同时容纳10个真实用户，让你和其他9个真人互相以一个虚拟的 avatar 形象看见还有听见彼此，就好像是真的在一起看演唱会一样。虽说人物现在真的有一点粗糙，这个算力摆在这，但是他们还是花了一些心思，你可以换装，可以换各种东西。那平台目前也只能容纳10人共处一室，但是以后我觉得随着技术进步，注定会有虚拟空间能够容纳更多的人，比如说成百上千个人。那将来可以把所有的带货直播间，你想一下，全部接入到一个虚拟空间里面，这应该就是最大的一个这个什么赛博集市了。大哥，感谢这位老铁。吃瓜的同时竟然还。其实真的到这一步的话，你会发现隐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毕竟我不想被迫的接受各种信息，而且还逃不走。那可以说目前的行业也是在探索这一点，但是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应用。那比如这次演唱会，你可以选择和别的用户说话，但是也可以选择调低音量，甚至去屏蔽别人。那比起平时的演唱会，你不能选择自己的邻座，然后有个不好的体验。在这个虚拟世界，你总归会有多一些的选择。虽说这一波 VR 的热潮炒起来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但是全 VR 行业内容上的缺乏，反向导致了技术开发的放缓，没有资金支持，技术开发自然也就慢了下来。那有很多难题其实是没有现成解决方案的，所以这次和演唱会制作团队交流下来，说真的我还是觉得很佩服的。因为这是中国区的首场6道夫全虚拟 VR 演唱会，我们没有直接的一手的经验是可以直接拿来复用的和参考的。就是怎么说，大家也是在摸索的过程中，也是在一个逐渐探索和逐渐摸索的过程中完成这次演唱会的制作。就大家有可能在越想越嗨，然后出了非常丰富的、非常细腻的场景的设计之后，发现这个 idea 是很难落地的。所以那整个场景我们就是需要推翻，重新去做设计。那由于算力的限制，再加上我们平时已经被各类高精内容拉爆了体验，所以现在虚拟世界看着总会觉得有一点单薄，有一点粗糙。整个场景也都是美术老师们通过原有的经验，在各种限制之下，尽可能的把资产放到引擎里面，一个一个放在全景环境之下去调试出来的。但是我相信再过一些时间，我们应该能够看到艺术家们直接戴上 VR 眼镜，然后就像一个施工队一样哼哧哼哧进到这个虚拟世界，在里面开始搭建整一个舞台。这样的效率应该会比通过一个2D 的屏幕来做交互会快很多，我相信应该很快会实现。即便是在当下，除了 VR 演唱会，你还可以用 Pico 4搭载 4K Plus 超视感屏，随时随地观看好莱坞3D 电影大片，
搭配超大视场角，视觉体验更加清晰和沉浸。而 Pico 4的轻薄体积和人性化的前后平衡式设计，能够缓解压连感，支持长久佩戴无负担。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开启多样运动健身方式，趣味燃脂，或者用 VR 进行艺术创作，在更自由的空间里绘画、书法、场景搭建。同时 Pico 4手柄采用了宽屏线性马达和更大量程的 IMU 陀螺仪，能够提供更沉浸真实的触感还有体验，让你的游玩体验更加畅快。那相信未来更多的技术升级还有应用，会让 VR 这个领域变得百花齐放、欣欣向荣。那作为一个创作者和受众，我会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真的挺有意思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